一位高龄92岁的老医师就曾语重心长地警告，60岁之后，如果还用错误的方式运动，不但强身不起来，反而可能把自己送上手术台。这句话听起来耸动，却是他从医数十年无数案例中得到的血泪教训。运动对健康的重要性毋庸置疑，适当的活动能够强健心肺，控制体重，预防慢性病，甚至让人心情愉快。许多长辈也深知要活就要动的道理，投入各种健身养生的行列。然而，在60岁以后，我们的身体机能大不如前，一些年轻时受用的锻炼法反而成了隐藏杀手。一项统计显示，年过40的运动人群中，将近80%存在运动保健的误区。也就是说，多数中老年人都可能在不知不觉中用错了方式。今天我们就要深入探讨7种60岁以上最糟糕的运动习惯，逐一揭开他们的危险之处，以及该如何避免踩雷。千万别让原本该带来健康的运动变成摧毁健康的元凶。避开这些地雷，就是在替自己省下大笔医疗费，让您晚年少看病少开刀。第一种坏习惯就是不服老，逞强过度运动。不少长者觉得自己身体还硬朗，对运动抱着越激烈越有效越长越好的心态。他们年轻时也许是运动好手，到了花甲之年仍不愿认老，照样参加马拉松，打全场篮球，挥汗如雨地做高强度间歇训练。但问题在于60岁后，人体各器官、骨骼、肌肉和心肺功能都在走下坡，过度逞强只会适得其反。医学上强调，长寿老人的运动要奉行少量多次，循序渐进，量力而为的原则。如果一味沿用年轻时的操练方式，无异于让一部老旧引擎强行超载运转，不但无法让车跑得更快，还可能把引擎烧坏。事实上，爆发式的剧烈运动对老年人相当危险，它会让血压飙升，心跳过快，心脏一时缺血缺氧，引发胸闷、心悸，甚至猝死。临床上就有不少60、70岁的长者，因为运动时过度，勉强导致心肌梗塞、中风等急症，被紧急送进医院。这绝非耸人听闻。那是不是代表60岁以后就不能运动了呢？当然不是，重点在于运动要做得对。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，运动的目的在于维持机能，促进血液循环，而不是挑战极限。因此，千万别和他人攀比，运动成绩也不要逼自己做超出身体负荷的训练。如果您年过花甲还每天跑全程马拉松，举重训练时憋着气猛冲，那么请三思而行。建议改采温和的有氧运动，像是散步、快走、游泳、骑自行车，或者练习太极拳、八段锦等低冲击的传统功法。这些运动能活动筋骨，又不至于让身体吃不消，长期坚持，强身效果并不比剧烈运动差。记住，贵在恒常而非极端，量力而为，才能避免因运动伤身而赔上健康。第二种坏习惯就是长时间不休息地运动。有些银发族或许不做高强度的剧烈运动，但他们在运动时间的长度上没有限制，认为多动总比少动好，一动起来就是1-2个小时不停。例如，许多婆婆妈妈热衷广场舞、排舞，音乐一下就跳个2小时，完全不觉得累。再比如，有的长辈每天坚持健走1万步以上，走路时间动辄1-2个钟头，甚至觉得走越久越有成就感。长时间的运动听起来温和，其实暗藏风险。首先是关节和肌肉的长期负荷问题，持续超过1小时以上的重复动作，会让膝关节、踝关节长时间承受压力，软骨反复摩擦冲击，容易造成磨损发炎。特别是广场舞的许多动作包含身体旋转、下肢扭转，需要良好的平衡和下肢力量。长辈若为了跟上节奏勉强扭腰摆臀，可能一不小心就拉伤肌肉或扭到膝盖。再加上持续跳舞数小时，关节几乎没有停下来休息，难怪很多跳舞跳得起劲的阿姨隔天却得扶着膝盖喊痛。除了舞蹈、爬山、爬楼梯这类长时间的重复动作，对关节的伤害更不容忽视。有人把爬楼梯当作最方便的健身方式，每天在自家楼梯上下几十回。也有许多退休人士酷爱登山健行，一走就是大半天。然而，膝关节最怕的就是过度使用和过度冲击。在爬楼梯或上山时，
膝关节承受的压力虽然比平地行走大，但尚在可控范围。真正可怕的是下楼或下山，每一步踏下，膝盖要吸收相当于体重5到8倍的冲击力。长此以往，膝盖软骨面和半月板就像被砂纸反复打磨，终于有一天会磨出裂痕，甚至碎片脱落。很多老人家就是在某次下楼或下山时，膝盖一软，从此换来常年的退化性关节炎，严重的还得动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。可以说，毫无节制的长时间运动，其实是在透支我们的膝盖和其他关节。等到关节坏了，只能花大钱治疗，实在得不偿失。第3种坏习惯就是危险姿势伤脊椎。许多长辈害怕年纪大了腰背无力，便热衷于练腰力和腹肌。常见的2个动作就是俯卧撑起上半身和双腿的燕子飞，以及老少皆知的仰卧起坐。他们以为每天做几组这样的动作，能强化脊椎周围的肌肉，预防腰酸背痛。殊不知，这类动作对60岁以上的人来说反而十分危险。先说燕子飞，这个看似简单的腰背肌锻炼，却会让老年人的脊椎关节受到过度压迫。因为上了年纪后，椎间盘早已退化变薄，椎骨也可能有骨质疏松或增生问题。强行拱起腰背的动作会让椎间关节互相挤压碰撞，加剧已有的退化，严重时甚至可能压迫脊椎神经，或发生椎骨压迫性骨折。至于仰卧起坐，别看它是老掉牙的体能训练项目，其实对老年人极不友善。仰卧起坐要求屈膝仰身，用腹肌力量猛然将上身拉起，这过程会给腰椎椎间盘施加巨大压力，远远超过脊椎能承受的安全范围。很多银发族原本腰椎或颈椎就有不同程度的退化，一味做仰卧起坐只会让椎间盘突出更加严重。此外，仰卧起坐过程中头部位置变化剧烈，对有高血压或心血管疾病的人而言，容易因此让血压骤升，诱发脑中风等急症。听到这里，您可能会问，不练仰卧起坐，那腹肌不就松垮垮？其实上了年纪的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去追求年轻人才有的6块肌。维持核心肌群力量当然重要，但方式要调整。您可以改用更温和的方式锻炼腹背肌，例如平躺在床上做抬腿练习，或以缩小幅度的半仰卧起坐代替全程坐起。重复动作时放慢速度，过程保持均匀呼吸，不要憋气猛出力。如果本身已有骨质疏松或椎间盘问题，那更应咨询复健科医师或专业教练，采取对脊椎安全的训练动作，千万别自行乱做，以免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。第4种坏习惯就是带伤乱甩肩膀。50-60岁以上的人常见肩关节毛病，比如50肩，也就是黏着性肩周炎或肩袖肌腱撕裂。有些人一感到肩膀痛，手抬不高，就自行判断是50肩，于是每天拼命甩手转肩，期望动一动就好了。也有人会做爬墙运动，用手指沿墙壁往上爬，强行提高手臂高度。他们相信疼痛是冻结的，肩关节正在松开，咬牙撑过去，活动度就能恢复。然而，如果肩痛的真正原因是肌腱撕裂，这样乱运动无异于雪上加霜。肩周炎和肩袖肌腱撕裂其实是2种不同疾病。肩周炎主要是关节囊粘连引起疼痛僵硬，往往经过半年到2年会逐渐治愈，但肩袖肌腱一旦撕裂是不会自己愈合的，只会越撕越大。过度的甩肩动作可能让原本只有部分撕裂的肌腱直接断裂开来，到头来反而需要开刀修补，得不偿失。因此，长辈们肩膀痛时，切记不要一味忍痛乱动，最好先找专科医师检查病因。如果是肩周炎，医师会指导您做温和的拉伸动作，并配合热敷复健，让肩关节慢慢恢复弹性。但如果是肌腱撕裂，千万别逞强做剧烈运动，应按照医嘱休息或接受进一步治疗。对一般肩颈僵硬的长者而言，预防肩痛的最好方法是日常适度活动肩膀，但不过度使用。例如，每隔一段时间做做肩关节的前后绕圈活动，但幅度不要太大，或者进行扶墙、扶地、挺身这样的轻量肌力训练，增强肩背肌群的稳定度，才能降低受伤风险。切记，运动的本意是让我们更健康，千万别因方法不当而伤上加伤。
第5种坏习惯就是猛烈甩头转颈，颈部酸痛几乎是银发族的通病。很多人喜欢透过旋转头部来活动筋骨，走进公园经常可以看到有长辈双手叉腰站定，猛然将头部来回旋转画圈，发出咔咔响声，似乎转得越用力越舒服。然而，剧烈的颈部绕圈动作对老年人非常危险。首先，快速转头会让大脑一时供血不足，容易引起头晕目眩、恶心想吐，甚至可能一转完头就两眼发黑，当场跌倒。更可怕的是，很多上了年纪的人，血管里可能有动脉粥样硬化斑块，剧烈甩头可能使颈动脉中的斑块松动脱落。如果有血块随着血流冲上脑部，就可能阻塞脑血管，引发缺血性中风。那后果可不是简单休息能解决得了。由此可见，看似简单的转头运动，对老年人却潜藏这么大的风险。难道脖子酸痛就只能忍着吗？其实并非如此，而是要讲究正确的颈部保健运动。医师建议长者在做颈部活动时，动作一定要慢、缓、轻，可以尝试左右转头时角度不要超过180度，也就是转头只转到左侧和右侧各自面向正侧方即可，不需要刻意往后转到极限。上下点头的动作幅度也不要太大，低头时下巴微收，抬头时缓缓扬起至视线向前平视即可。此外，可以在每次转动或点头到位时停留2-3秒钟，感受肌肉被牵引后放松的状态。这种慢而温和的颈椎运动既能舒缓筋骨，又不用担心供血跟不上而头晕。切忌一味追求把头转到咔咔作响，那往往不是筋骨舒展，而是伤害正在发出警讯。第6种坏习惯就是盲目倒退走路。有些长辈相信倒着走可以强身健体，甚至坊间流传所谓倒走治百病的说法。在公园或社区空地，经常能看见一群银发族倒着散步，他们背对前方，小心翼翼地向后移动脚步，觉得这样能锻炼平衡感和协调性。然而，倒退走对老年人来说极易发生意外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的反应速度、平衡能力和视力都大不如前，正常走路尚且可能因脚下障碍物绊倒，更何况看不见身后情况地倒着走，稍不留神踩到石头或地面高低落差，很可能一脚踩空向后摔去。对骨质疏松的长者而言，一次重摔就可能造成骨折，尤其髋部骨折更是老年人的常见重伤之一，通常需要手术治疗且恢复缓慢。曾有新闻报道，一位老先生倒走时撞上一根矮柱，当场仰倒在地，后脑勺着地，造成颅内出血，令人不胜唏嘘。可见，倒退走这个看似新奇有趣的锻炼方式，其实隐藏着跌倒和重伤的巨大风险。真可谓不怕慢，只怕倒。想改善平衡感，其实有更安全的训练方式。许多复健科医师推荐长者可以在正向行走时刻意加大抬腿幅度，或是在家扶着椅背做单腿站立，来训练下肢肌力和平衡。也可以尝试太极拳等强调重心转换的运动，在缓慢动作中提升协调性。若真的想尝试倒退走，也务必确保周围环境平坦无障碍，最好有人在旁协助看顾。每次倒走几步就停下转回头观察环境，切勿长距离倒着走，以免发生危险。记住，任何运动都必须以安全为前提，一个不慎反而把自己弄伤，那就南辕北辙，失去意义了。第7种坏习惯就是空腹过早晨练。许多老人家习惯一大早4-5点天还没亮就起床运动，他们认为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晨练宜早不宜迟，甚至有人空着肚子就去运动，觉得不吃早餐运动可以燃烧更多脂肪。然而，清晨过早又空腹运动，对老年人而言极为危险。首先，清晨5-6点天未亮时，植物尚未开始光合作用，空气中积累了一整夜的二氧化碳，新鲜氧气含量较低。此时户外气温偏低，湿度大，很多长者的关节遇冷，反而发僵疼痛。如果天没亮就跑到户外，不仅空气品质欠佳，也增加受寒着凉的风险。其次，经过一夜睡眠，人体处于进食状态，血糖本就较低，空腹进行较剧烈的运动，极容易出现头晕、心悸、乏力的现象。特别是有心血管疾病的长者，空腹晨练时，
血压波动更大，甚至可能因低血糖或心律不整而昏厥猝死。再者，清晨刚起床时，交感神经正处于兴奋状态，血压本来就在晨间高峰，加上整夜肌肉关节都处于静止僵硬，如果一起来就做激烈动作，等于冷机硬启动，身体很容易拉伤或出现负荷失调。这也是为什么早上心肌梗塞、中风等事件的发生率偏高，很可能就是不恰当的晨练诱发的。要避免这些危险，其实只需稍微调整晨间运动的习惯。60岁以上的长者晨练应选择太阳出来之后再进行。日出后，空气中的含氧量相对较高，气温也稍升，有助于身体逐渐进入状态。另外，在出门运动前，可以先喝一杯温开水，并适当吃点东西垫垫肚子，例如半根香蕉或一片吐司，以免完全空腹。运动开始之前，务必进行5到10分钟的热身，哪怕只是清晨散步，也建议先活动活动四肢关节，转转肩膀，扭扭腰，压压腿，让血液循环提速，筋骨稍微暖开，这样再逐渐提高运动强度就安全得多了。如果平时有服用降血压药等习惯，晨练前也要记得按时服药，并随身携带紧急联络方式，以防万一。有了充分准备，晨间运动依然可以是很好的养生方式，但切记不要逞强求找，安全永远第一。聊完了7种常见的错误运动习惯，相信您对于运动养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。运动不是年轻人的专利，长辈们同样可以也应该动起来，但方式方法要与时俱进，因时因人制宜。以上提到的每一种坏习惯，其实背后都是好心办坏事的典型，就是想强身却变伤身，初心是好的，结果却适得其反。别忘了那位92岁老医师反复叮嘱我们，运动不是做得越多越激烈就越健康，找到适合自己年龄和体能的科学运动方式，才能真正享受到运动带来的好处，而不是把养生变成了伤身。希望所有银发族都能远离以上这些运动地雷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快乐地动起来，既强身健体又避免受伤，把本该用来看病的钱省下来，用在更美好的生活享受上，